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7种大富大贵的角纹。现实生活中很多很喜欢算命，最常见的是通过手相中的各种纹路特点来看人生运势的好坏，但有的人也会通过角纹来算命。那么脚底有纹的人命运如何呢？什么样的角相才是真正的富贵角呢？那么接下来小酱汁就带酱友们具体了解一下。1. 脚底有纹的人命运如何？脚底有不同纹路的人命运也各不相同，这里小酱汁具体给酱友们讲解8种角纹的命运。1. 禽纹。禽纹一般来说比较少见，就是脚底板上有一个类似于禽类的形状。脚底板有禽纹的人必定能够人前达显，事业居上，在中年以后往往能在财运上变得十分顺遂，辉煌灿烂，成为人中龙凤。当禽纹出现在脚底的话，有2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和背井离乡去发展，要注意抓住外援的机会，小到背井离乡去外省发达的城市，大到去国外留学，甚至在国外定居，那么对人生都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利益。第二点，如果足底有禽纹的话，比较适合武职出体力活，也可以是高科技的军工行业。2. 人字纹。脚底有一个像是人一样的角纹路，纹理细腻，说明此人为人中龙凤，富贵不用愁。这样的人每踏出一步都能够踩到财运的点上，财运极其旺盛。再加上天生聪慧有能力，只要用心付出一点努力，就能够获得不菲的财富。3. 龟形纹。脚底的纹路像是一只乌龟的形状，在相学中称为龟形纹。龟形纹主官运，往往这一类角纹的人子子孙孙官路畅通，能做大官，事业能有所成，身处高职，在事业上能够节节攀升，攀上顶峰。拥有这类纹路的人，中年后能够在钱财运上顺遂高升，晚年必定高官厚禄，吉祥如意。4. 剪刀纹。脚底的纹路看起来像是一把剪刀，这样的角纹的人能够成为巨富。这一类人平时较为低调，或许穿着较为普通，吃喝都比较节俭，属于是财不外露，闷声发大财的类型，一生吉祥。5. 脚下有旋纹。旋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者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假如脚心有旋纹，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。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。6. 贵纹。贵纹指的是脚底板的纹路多，但是在整体看来又是细腻柔软的，不粗糙，这是典型的贵人相。如果太过于粗糙，会影响全体的风水。有这种足相的人，终身都不会吃什么苦，祖业丰盛，而自己的运势又很不错，能够成为人中龙凤。7. 脚底十字纹。足底十字纹多，都如一个个十字的话，那就和脑力有关，所以有十字纹的人大多可以从事这些比较复杂精密的计算性工作，有关于专业的财务领域，包括市场营销策划，善于动脑筋去分析数据的，包括计算机编程等等。十字纹加上适合的行业，大多让你的人生会取得较高的成就。十字纹也是善纹，只要你找对方向。8. 脚底无纹。脚底无纹倒不是一个很好的相格，这种脚相的人一生比较劳苦奔波，在外面四处奔波，四处谋生，物质条件不丰厚，人生的福禄也很少，是可以从事一门专业的技术，凭借自己的技能技艺而立足，能够获取一个稳定的物质收入。2. 富贵脚相的10个特征。1. 埃及脚。埃及脚整个脚从大脚趾到小脚趾依次变短，形状呈下坡路，最长的是大脚趾。这种脚型的人比较少，拥有埃及脚的人非常的幸运，天生就是享福命，一生富贵荣华，钱财丰厚。拥有埃及脚的人一出生就有着很好的家庭环境，性格直爽大方，心胸坦荡，在强大的背景下以及自己的努力下，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企业中，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。
为人处事圆滑，心地善良，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着极好的人缘，多有贵人相助，可以说一生都在享福。2. 罗马脚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前2个脚趾长得一样的程度，则被称之为罗马脚，则会有脚踏财气、大吉大利的说法，属于典型的旺财脚。而一般情况下，拥有此种脚相的人能力出众，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，他们赚钱能力也会越来越强，依靠自己的经验就会取得极大的财富积累，后半生的福气最大，还会福泽自己的子子辈辈。3. 希腊脚。希腊脚整个脚上的第2个脚趾超过大脚趾，在5个脚趾当中，第2个脚趾是最长的。拥有这种脚型的人比较常见，天生的富贵命。拥有希腊脚的人精力充沛，有很强的上进心，做事勇敢果断，意志力坚定，还很勤劳。只要下定决心的事情，一定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但这类人在前半生会有很多的坎坷，要经历大风大浪，到了后半生就会衣食无忧，家财万贯，并且子孙满堂。4. 5根脚趾细长。一个人的5根脚趾细长，则是天生的富贵族，预示着此人生活事业方面会取得极大的发展，能力强，有极强的上进心，日后就算是白手起家，也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理想的生活。所以往往到最后，他们的个人生活运势发展不会太差，必定能够保证财源广进，福气满满，从而取得更加富足的生活状态，至少经济方面的成就会比较高，能力比较强。5. 脚趾毛须量长。脚趾毛须量长的人大多运气顺畅，有贵人提拔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，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绩。假如脚毛细而长且多的，则此人是在财运上很顺遂，为有福气之人。反之，假如脚毛太多杂乱，毛粗短而且硬，则往往该人是一生坎坷，失败较多，在财运上也往往容易有破财的危险，难免成为劳碌贫苦的人。6. 脚底深凹荣归。脚底深凹荣归的意思就是脚底不宜太平，喜深凹，越深越贵，可以隐藏一只乌龟，也就是脚底深凹与脚跟形成明显的凹凸。有这种脚的朋友，就是相学中大富大贵的人，不论是家庭实力背景还是个人财力，都是让他人所羡慕的，是大家眼中大富大贵之人。7. 脚下成根。双脚脚跟明显，脚下成根的朋友们不仅自身财运旺盛，并且子孙亲戚的财运往往也是比较不错的，在工作中更容易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，财运会随之上升，家庭安康幸福。8. 脚底有黑痣。脚底有黑痣的人一马通常很重，有很多机会云游四海或者出外旅游。足下有黑痣主要指的是在足底脚心出现有黑痣的出现，这种黑痣一般越大越黑越好。足下有黑痣在相学中是财富和美食的象征，寓意着个人不仅财力丰盛，是大家眼中的大财主。9. 脚底有红痣。脚底板生有朱砂痣及红色的痣，是旺人之象，不仅旺他人，自己亦是富贵命。不过不是很多人脚底板有朱砂痣，如果你有的话，不止你，连你身边的人都发达了。10. 脚小而厚。脚小而厚说的是指脚掌虽然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，有这种双脚的人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，工作生活中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综上所述，脚掌小而厚，长而软，脚纹多，脚面长有毛，都是富贵的象徽。脚上有这些特征的人，多半是人中龙凤。但是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所以我们的生活要靠自己争取努力，切不可在奋斗的时机选择了偷懒。要给大家讲讲千金脚富贵命，看看你是不是。脚是我们行走的根本，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如果没有了双脚，又何谈行万里路呢？而在相学中，脚相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贫贱富贵与不同命运。
今天小酱汁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哪种脚相的人命最好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从脚趾看命运。一、大脚趾最长。大脚趾的长度比其他4根脚趾长，大脚趾从小指依次变短，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，因为大脚趾最长最大，在行走时能够帮助脚掌承受人体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运动时更符合力学规律。有这种脚型的人大多踏实稳重，脚踏实地，做事有规划，坚毅有耐心，拥有绝佳财运，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，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，衣食无忧。二、第2根脚趾最长。第2根脚趾比大拇指长的脚型被称为希腊脚。有这种脚型的人一般个性要强，命带福禄，多数能拥有出色的事业和理想的生活。男性事业心会比较重，不喜欢安逸，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。在职场中一般是比较有领导力的人，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。女性的话也是个性鲜明要强，聪明灵活精明，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，也可以说比较特立独行，有个性，通常有很好的异性缘。三、第3根脚趾最长。五指之中第3根脚趾最长的脚相十分罕见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也注定是拥有不平凡的运势。有这种脚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强，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先人一步占据财富先机，富有谋略和勇气，在财富往往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。若是从商，一般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富甲一方；若是为官，也能仕途顺利，左右逢源，官运亨通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四、前2个脚趾长度相同。5个脚趾中，如果一个人的大脚趾与2脚趾长度相同，那么这个人注定命中旺财。这种脚相我们称之为罗马脚，寓意脚踏财气，属大吉之兆。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一生幸运，是典型的旺财之人，尤其到了30岁之后，好运不断，福气满满，他们旺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。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福气越来越深厚，财气更旺，生活会越来越富足，事业上会有更好的进展，能走上发家致富的路上。5、拇指、2指和3指一样长。如果脚趾的拇指、2指和3指都一样长，这样的人心思缜密，争强好胜，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，认真踏实，非常负责任，所以一辈子劳心劳神，为生活奔波不断，享福很少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6、拇指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。如果拇指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，那么此人个性敏感，喜欢抱怨，是典型的操心命。虽然他们生活环境不错，但是容易劳神，一辈子琐事不断，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，很少有清闲的时候。即使拥有钱财，他们也不会去享受。7、5个脚趾依次由长到短。5个脚趾排列成一刀切的脚型，我们称之为埃及脚，这种脚相是最佳的。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脚相，那么这个人注定能够一生无忧，平安健康，财运亨通。其实在相学当中，人的脚趾长度是跟人的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这种脚相代表一生能够平安快乐，福寿延绵，属富贵命。脚趾的排列为大脚趾最长，小脚趾最短，依次顺序。大脚趾当头寓意头脑聪慧伶俐，小脚趾短粗寓意踏实，为人真诚，处事稳重。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，他们追求生活，注重生活品质，同时拥有着很好的财运，是有福之人，生活无忧，做事顺利，不愁钱财。8、脚趾圆润。一个人是否有福气，那就直接看这人的脚趾是否圆润饱满，脚指甲是否滑溜成圆形。两者都具备这种脚相的人，命运力气都很好。
而且命中注定一路充足，属于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命格。在工作上也会经常有好运降临，遇到困难或有贵人及时相助，工作会顺遂，生活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如果女性出生就有这种角相，那么这个女子属于少奶奶的命，手里不差钱，同时有庸人使唤，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一生受宠又享福。9. 脚趾细长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又细又长，那么这个人天生带有富足命。这种脚相的人积极奋进，脚趾细长有力抓地，寓意着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，多为白手起家，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。前期在上进时可能会遭受多种波折磨练，但总能在后期的生活中运势上升，财运广进。2. 脚趾上的痣也有含义。1. 脚拇指上长痣。脚拇指上长痣差得名威势，因为拇指掌权，在脚拇指上生痣的人是个领导的人才。但如果在脚拇指末节靠近第二指一侧长痣的话，则称为有志难伸痣。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容易受到同行与小人的排挤，或者经常被同事配偶欺辱，开拓能力不足，不能顺利晋职升迁，容易因此抑郁寡欢，一生有志难伸。2. 拇指与第二个脚趾缝隙长痣，代表肝气过盛，容易有肝胆之疾，脾气急躁，事业财运不佳，容易被同行或者同事抢夺功劳，在感情上也容易遭受挫折。3. 中指外侧端长痣，这里有痣象代表脾胃气欠佳，人会变得比较懒，做事缺乏耐心，财运欠佳，人际关系也不理想，生活环境和境遇也不太好。4. 脚无名指长痣，这类人属于比较典型的劳碌命，但是心思远大，志在他乡，终身东跑西跑也能够得到财富。5. 小脚趾上长痣，小脚趾上长痣的人面对感情总是充满热情，但往往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而放弃。6. 脚趾背部长痣，这样的人属于木讷类型，做事不积极，总有依赖心，凡事不愿意过多考虑，处处与人为善。3. 脚型不同命不同。1. 扁平足，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，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。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，脚也不甚美观，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，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，也就是说一生运气平顺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算是富贵命。2. 足弓高，如果足弓高代表足够，这种人一般都很好命，事事顺心顺意，人际关系也很好。如果足弓很高，那这种人虽然事业上比大多数人要好，能够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，但是日常生活中因为高姿态，一般都是没有人愿意与其交朋友，所以人际关系不好。3. 足大而薄，足大而薄是指双脚虽然比较宽大，但是厚度薄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们，往往在财运和名望上都是有所破损，在工作生活中往往因为自身做事的大手大脚而出现很多的过错，并且在消费时也容易因为消费透支而入不敷出，因此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。4. 足小而厚，足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士朋友，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。在工作生活中，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因此工作比较顺心，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。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如果您有一双这样的脚，那么小酱汁在这里恭喜您了。相信很少朋友会仔细观察自己的双脚，正所谓顶天立地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都是在强调双脚的重要性。在相学中，脚其实也和人的脸、
手一样，都可以看出自己的命运。好了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健康有力的双脚可以走遍天下。大多数都只知道面相、手相，只可以判断运势吉凶，对于双脚却没有多少概念。其实通过脚相也能分析一个人的命运。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如何从脚相看出个人命运。从脚趾看命运。大脚趾最长，大脚趾的长度比其他4根脚趾长，大脚趾到小指依次变短。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，因为大脚趾最长最大，在行走时能帮助脚掌承受人体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运动时更符合力学规律。有这种脚型的人大多踏实稳重，脚踏实地，做事有规划，坚毅有耐心，拥有绝佳财运，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，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，衣食无忧等。第2根脚趾最长，二脚趾比大脚趾长得的脚型被称为希腊脚。有这种脚型的人一般个性要强，命带福禄，多数能拥有出色的事业和理想的生活。男性事业心会比较重，不喜欢安逸，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。在职场中一般是比较有领导力的人，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。女性的话也是个性鲜明要强，聪明灵活，精明，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，也可以说比较特立独行，有个性，通常有很好的异性缘。第3根脚趾最长，五指之中，第3根脚趾最长的脚相十分罕见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也注定是拥有不平凡的运势。有这种脚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强，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先人一步占据财富先机，富有谋略和勇气，在财富往往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。若是从商，一般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富甲一方；若是为官，也能仕途顺利，左右逢源，官运亨通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拇指、2指和3指一样长，如果脚趾的拇指、2指和3指都一样长，这样的人心思缜密，争强好胜，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，认真踏实，非常负责任，所以一辈子劳心劳神，为生活奔波不断，享福很少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拇指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，如果拇指长度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，那么此人个性敏感，喜欢抱怨，是典型的操心命。虽然他们生活环境不错，但是容易劳神，一辈子琐事不断，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，很少有清闲的时候。即使拥有钱财，他们也不会去享受。五指均匀，5个脚趾长度均匀的脚型又称为罗马脚。其个人的运势是5指脚趾的长短而定。5指较长的男性会比较敦厚务实，财运比较顺利，在事业上属于脚踏实地的类型，喜欢过安稳的生活。女性的话个性乐观大方，人缘很好，但一些事情上思想比较传统。5指较短则个性较保守，男性虽然踏实能干，但缺乏野心，一生的财路富贵要靠努力维持。女生性格比较保守，大多能勤俭持家，在择偶上注重内在品行，是传统的贤妻良母。脚底纹路看命运。脚心纹多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纹理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优良，有福，有作为，智慧的高低。脚底的纹路越多，其人命越好，越有福气。尤其是出现一些特殊的纹理，如脚底有3条纵而伸长的纹，称为3侧纹。有此相的人既有福气又有食禄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再就是状如麦穗的纹理，也代表其可食禄万中，福分很大。脚下有旋纹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旋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假如脚心有旋纹，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，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。假如脚底下有纹如同大树或是花草状，也属于积财无数的富人。脚纹是竖的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人的脚纹倘若一天到晚奔波劳碌，他的脚纹一定是横的，不会是竖的，因为竖的纹路代表赚的钱很轻易的就会得来，倘若在竖的纹路上出现痣，那会更好命。脚底无脚纹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脚长短而硬，厚而弯，脚底无脚纹的人运势通常都不怎样好。脚长小而厚，长而软，
角纹多，角面长有毛，这些都是富贵的象征。角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士朋友，是香学中所说的贵人角。在工作生活中，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因此工作比较顺心，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。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我脚底十字纹、足底十字纹多，都如一个个十字的话，就和脑力有关，所以有十字纹的人大多能够从事这些比你复杂精细的计算性的工作。有关于专业的财务范畴，包括市场营销筹划，擅长动脑筋去剖析数据的，包括计算机编程等等。十字纹加上合适的行业，大多让你人生会获得较高的成就。十字纹也是善纹，只是你要找对方向。6. 脚底关纹。所谓的关纹，就是我们把足底比喻为乌龟，我们看这个足底有没有龟壳上的纹路，就是井字格，上下左右间距比拟平均，相似于井字，这种称为贵纹。当然脚底下也是贵纹。普通所谓的官纹就是能执掌管理职权，大多这类人性格上比你儒雅，待人接物比你得体，知进退，能发挥本人的一些管理程度，才能获得位置。4. 脚底一纹。所谓的一纹能够了解为人字纹。当人字纹呈现在脚底的话，有2个特性。第一个特性，合适背井离乡去开展，要留意抓住外援的时机，小到背井离乡去外省兴旺的城市，大到去国外留学以致在国外定居，那么对人生都有比你大的一些协助利益。第二点，假如足底有一纹的话，比你合适武职，出履历活，也能够是高科技的军工行业。3. 脚型看命运。希腊脚。希腊脚的主要特征是第二脚趾比大脚趾更长，这类人性格开朗，精力充沛，而且富有上进心。他们属于那种果断勇敢的人，遇事沉着冷静，有着顽强的意志力，只要认定了目标，就会选择全力以赴。再加上他们的先天运势不错，经过后期的努力，往往能取得成功。埃及脚。埃及脚属于比较常见的脚型，其特征是脚趾头从大拇脚趾一直到小脚趾的长度依次递减，形成了一种排列有序的规律。这类人的性格十分豪爽，心胸比较开阔，人缘不错，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。埃及脚的人还擅长把握时机，总是能抓住机遇，洞察力非常强。3. 罗马脚。罗马脚也是较为常见的，这种脚型的表现为脚趾头的长度很接近。罗马脚的人志向远大，独具慧眼，而且头脑十分灵活，他们从来不会按部就班，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这类人的吃苦能力也很强，愿意在事业上付出，在经历了不懈的奋斗之后，他们终将在事业上成就一番伟业。4. 白玉脚。白玉脚顾名思义，其主要特征就是皮肤十分白皙细嫩，同时脚板很厚实。这类人从小就出生在富贵的家庭，自幼生活就十分富足，长大后也不缺少钱财。他们的性格非常和善，总是很温和，待人也很亲厚，人缘不错，遇到困难也总有人相助。扁平足。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，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。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，脚也不甚美观，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，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，也就是说一生运气平顺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算是富贵命。6. 足弓高。如果足弓高，代表足够，这种人一般都很命好，事事顺心如意，人际关系也很好。如果足弓很高，那这种人虽然事业上比大多数人要好，能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，但是日常生活中因为高姿态，一般都是没有人愿意和其交朋友，所以人际关系不好。不同的脚有不同的命，在脚相方面，最好是结合一个整体去看，而不是单一的看脚的某一个地方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